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代课老师。冯教授因为身体原因需要休息，所以委托我来帮他完成今天的教学。今天来上课的同学似乎不太多，看来有些浪费这间阶梯教室了。今天的内容不会以理论为主，大家不需要太过拘束。不过在正式上课之前，还需要做一件事。冯教授特别交代我一定要点名，我现在好像有些理解了。赵小小，赵小小来了吗？既然赵同学来了，不如还是抬起头听课吧。既然今天人不多，那坐在角落的几位同学都坐到前面来吧。赵小小同学，就坐这里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请大家把教材翻到第109页。如果有没带书的同学，麻烦做好笔记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细胞分子中了解洞察力。从细胞中，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，但大多数都是细胞想要告诉我们的。例如腐烂的现象，有时候并不会轻易被发现，但凡是有腐烂的地方，就会有新的东西生长，这往往也可以成为判断的方式之一。光讲理论的内容可能太过乏味，好像有同学已经走神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吧。这个实验我需要一名同学配合完成。赵小小同学，你可以吗？先不要着急，跟着我做就好。首先，
麻烦赵同学告诉大家，今天我们是初次见面吗？这么说来，是我的遗憾。下次我会为你预留一个座位的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我喜欢你的这件毛衣外套，因为它看起来很柔软，但又似乎能挡风，很适合你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请问这位同学，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？用我刚才的句式回答。我喜欢你记笔记的方式，看似凌乱，却有一定规律。另一方面，它很好地体现了你的性格。我想，你应该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。没关系，找位置坐吧。赵同学，也请坐吧。刚刚这个实验，或许我们称之为游戏，它的目的其实很简单。通过观察与分析，我们会对实验对象产生初步的了解与认知。所谓的洞察力，不仅是单方面的观察，而是双向箭头，是实验者与实验对象的相互给予。无论是从细胞生物学角度，亦或是脑科学研究，凡是在生命科学这个总的体系下，这些都息息相关。每个人的洞察力不同，和我们的情绪感知一样，都有强弱区分。因此，除了学会观察，还要留意身边最平凡的事物。对世界的感受是由许多事物构成的，不停向前的同时，不要错过微不足道的美好，因为越是细微的地方，越会发现意想不到的色彩。时间刚刚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把这么宝贵的90分钟交给我。最后，我想告诉各位，点名只是一种形式，其实并不重要。对所有讲授者而言，重要的是你们能在这个短暂的课堂上有所收获。我知道了，不过已经下课了。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你了吧？现在这个场景很熟悉。这间教室后面不会有课了，正好我半个小时后还有一个讲座，不介意的话，陪我在这里坐一会儿。其实我很意外。
但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你，我很喜欢这个巧合。对了，我记得你上课的时候做了笔记，可以给我看看吗？这里错别字。是吗？那这份作业可能需要重写了。因为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？看来你的确很喜欢。这位同学等价交换的本领真是越来越娴熟了。你想问什么？你猜呢？也不全是，主要是我相信你。你有发现这个世界上所有细小美好的能力，所以像是这种简单的实验，你一定能轻松做到。当然，另一方面，我也相信我们的默契。请问我这个回答，老师还满意吗？还记得吗？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。